男人从地上爬起来时，突然惊恐地发现自己的汽车竟然翻滚进了一条深沟。大山拼命地回溯着昨晚的记忆，模糊中似乎记得自己与一辆摩托车发生了碰撞。然而还没等他理清头绪，耳边就突然传来了一个陌生的声音，一个男人向他缓缓走来。男人声称自己是骑摩托车被大山撞到的人。经过一番努力回想，大山终于记起了那场事故。然而令他困惑的是，眼前的男人看起来竟然毫发无伤。大山也暗自庆幸，因为这样一来自己就能少赔偿一些钱。然而男人却对这场事故的后果感到非常疑惑。他们俩为何在如此严重的车祸中都能安然无恙？他询问大山是否记得事故发生时的情景。大山想起自己在撞击时头部受到了撞击，可奇怪的是，他现在身上没有一丝伤痕，这让他怀疑起自己是否获得了某种超能力。然而男人却提出了另一种猜测，或许他们两人都已经命归黄泉，此刻也只是一缕幽魂在世间游荡。大山对男人的说法感到震惊不已，为了验证对方的说法，大山急忙跑到自己的车子旁，竟然真的发现自己的身体静静地躺在车里。这一幕让大山陷入了深深的恐慌。然而那个男人却表现得异常冷静，甚至还安慰起了大山。他试图说服大山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，可大山却坚决不肯接受这一切。毕竟自己今年还不到60岁，怎么可能就这么命丧黄泉呢？为了帮助大山认清现实，男人直接将大山的身体从车里拖了出来，事实就摆在面前。可大山还在试图欺骗自己，并表示自己肯定是在做噩梦。就在两人争论不休时，一阵汽车的引擎声在远处突然响起，两人纷纷转身迎接着汽车的驶来。大山心想，这或许是他最后的希望，于是他立刻冲上前去拦截汽车。大山小心翼翼地引导着路人前行，而男人仍然在一旁劝说着他。然而令人惊讶的是，那个路人竟然蹲在地上，开始翻找起大山的钱包，似乎真的看不见一旁的大山。大山惊愕地看着这一幕，难道自己真的已经成了一缕幽魂吗？就在这时，路人径直走回车中，离开时幸好没有碾压到大山的躯体。此刻大山彻底陷入了迷茫，看来他真的已经死在了车祸中。此时天空中飘着洁白无瑕的雪花，传说中这是通往天堂的征兆。大山一心以为自己即将踏上天堂之旅，但男人却质问他是否有过罪孽。大山回想起来，他曾经亲手结束了妻子的生命，但那是因为妻子在重病的折磨下痛苦不堪。在大山看来，那是出于对妻子的爱，帮助其从痛苦中解脱。但男人却坚持认为大山手上沾有血腥。就在这时，一声巨响突然传来，两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惊得回过头去。他们惊讶地发现，面前竟然突然出现了一扇洁白无瑕的门。虽然两人都感到非常震惊，但转念一想，又不由自主地露出了微笑。难道这就是通往天堂的门？毕竟在神话里，天堂就是洁白无瑕的。然而就在他们还没来得及反应时，身后又突然出现了一扇红色的门，两扇门同时出现，这让他们困惑不已。他们要去的地方难道不同吗？大山心头涌起了深深的忧虑，他开始对着空气忏悔，声称自己真的只是出于对妻子的爱，并非真的想要伤害她。他的心灵在最后的时刻仍然在寻求救赎。一旁的男人带着一种荒诞不经的嘲讽口吻，认定地狱之门肯定是为大山开的，而自己则是要前往天堂的。气愤的大山顿时有了主意，他一把推开男人，径直冲向天堂之门。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，大山的身体竟毫无反应，显然是已经无力回天了。看到这一幕，男人顿时发出了得意的笑声，显然天堂之门是为自己打开的，而大山只能认命下地狱。大山陷入了深深的恐慌，难道自己真的要下地狱了吗？此时的男人自负而又得意，摆出一副即将启程的姿态。在与大山草草告别后，他迈开了坚定的步伐。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男人经过门后也毫无反应。不死心的他决定再次尝试，但即便是助跑之后，他依旧无法通过那扇门，这让两人都感到了彻底的绝望。在一旁的大山顿时轻松了不少，至少下地狱还能有个伴。可既然他们都不能前往天堂，那为什么会同时出现两扇门呢？就在这时，一个清脆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一个小女孩突然出现在了他们旁边。男人顿时感到震惊，因为小女孩立刻认出了他。原来在大山撞到男人之前，男人也曾无意中撞到了这个小女孩。此刻的大山终于恍然大悟，原来那扇天堂之门是为小女孩而开的。小女孩委屈地询问自己的父母在哪。大山见状心生怜悯，便想要上前安慰女孩。然而小女孩的警觉性极高，还没等大山靠近，她就惊慌失措地大喊起救命。这声喊叫吓了大山一跳，身边的男人无法忍受小女孩的叫声，冲动地将她抱起，一把扔过了那扇门。果然小女孩成功地消失在了门内。两人一时间都感到了深深的失落，但就在他们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时，那扇白门就在他们面前消失了。看来它确实不是为他们准备的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得默默地接受了现实，带着不舍走向了那扇红色的门。面对即将踏入的地狱之门，大山感到了深深的恐惧，他无法预料自己将面对怎样的境遇，于是大山向后退了几步。
男人顿时消失在了门内。这时大山突然想到，既然没有人强迫自己踏入地狱，那么他为什么要自觉前往呢？于是他转过身继续忏悔，即使深知希望渺茫，但他还是希望自己的悔改能够感动上苍。毕竟自己并非有意杀死妻子，可他的迟疑似乎引起了掌管者的注意。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怪物，这下看来真的没有退路了。大山只好闭上眼睛，径直向前冲去，随即一切都消失在了雪地中。当大山再次睁开眼睛时，自己已经身处于地狱之中。他不敢置信地看着周围的一切，在这遍地尸体的地狱中，他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小女孩。他无法理解这么小的孩子为何也会来到这里，直到他伸手触碰了小女孩，女孩的记忆如潮水般涌入大山的脑海。原来这个女孩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，可她却从小就饱受孤独之苦。她的父母经常因为工作而争吵，这给女孩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。长期的痛苦使她出现了人格分裂。不久后，她竟然杀死了自己的父母。然而年幼的女孩根本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她独自一人在巨大的城堡中生活。直到这天，她在地窖里发现了一个怪物，她将怪物带回了城堡，两人意外地成为了朋友，甚至在城堡里一起上演了一段话剧。被她杀死的父母成了他们的观众。在这样一个沉重而窒息的氛围中，女孩扮演着一位温婉仁慈的公主，而那个怪物则被描绘成夺走她父母生命的刽子手。在所谓的公主的命令下，怪物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受了惩罚。这显然只是女孩内心的一种幻想，一种将心底最邪恶的情感转嫁出去的手段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，当女孩凝视镜中的自己时，镜子中并没有那个怪物的踪影，显然怪物只存在于她的幻想之中。这天，当两人共进晚餐时，门铃突然响起，女孩急忙起身去开门。面对眼前的小女孩，快递员希望能有一个大人出来签收快递，于是女孩只能呼唤起怪物的名字。可无论她如何呼唤，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快递员见状，只能无奈离去。等到女孩在屋内四处搜寻时，却目睹了一幕令人惊恐的场景，那个怪物正在蚕食着她的父母。惊恐万分的女孩大声尖叫起来，随后一场熊熊烈火吞噬了一切。显然那个怪物就是女孩内心分裂出来的人格。然而这场大火已经发生，那么女孩又该如何是好呢？在这绝望之际，她又幻想出了一个妹妹，她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妹妹的身上，指责是妹妹放火烧毁了家园，害死了父母。于是她将妹妹带到了烤箱的边缘，随后毫不留情地将妹妹送进了烤箱。得到女孩记忆的大山痛彻心扉，他无法想象一个小女孩竟然如此可怕。这里难道真的是传说中的地狱吗？此时的大山已经被吓得摇摇欲坠，最终爬向了另一位女孩。就在这时，又一波记忆涌上心头。这个女孩同样年纪轻轻，然而她却饱受着周围同学的排挤和欺凌。每一天，她都面临着无数次的欺辱，甚至在洗手间里也难以逃脱同学们的喧嚣。当她颤颤巍巍地走出洗手间时，同学们无情地将她推到镜子前，纷纷指责着她的罪行。尽管女孩并没有犯下任何错误，长期的欺凌让她内心备受折磨。这天，女孩告诉母亲不想再去学校，可却并未说明具体原因。母亲误以为女儿只是偷懒，鼓励了一番后便出门去上班了。然而等到母亲回家时，却发现女儿已经没有了呼吸。母亲无法接受这崩溃的现实，她知道女儿喜欢旅游，于是带着已经失去生命的女儿踏上了旅程。但不幸的是，途中撞上了树木。大山努力从女孩的记忆中挣扎出来，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女孩会来到地狱。大山的心中对这样的规则充满了愤怒。在绝望之际，他的身边突然传来了呼唤声，使者在一旁唤醒了大山，让他跟随自己前往绝望与恐惧之地接受惩罚。然而大山仍旧心有不甘，他杀死妻子完全是出于对妻子的爱，可使者却表示自己也不过只是个执行者，至于大山是否该来地狱，都与他无关。无奈之下，大山只能跟随使者前往那个狭窄无光的恐惧之地。他将要在这里生活3000年，并且还要忍受一个屠夫的折磨，直到3000年期限满为止。影片也至此结束。电影喧嚣向我们深刻揭示了生命的无常，这促使我们思考，逃避往昔的困境犹如佩戴沉重的枷锁，唯有勇敢直面，方能获得心灵的解脱。痛苦成为磨砺意志的历史，而希望则如同指引前行的灯塔。看电影找驰明，持续更新紧张刺激的好电影。